好，来看看今天小狼给大伙儿带来一个合金弹头4代的多功能版本啊，来自于我们的残剑熙给大伙儿表演的。这个所谓的这个多功能版本啊，大伙儿要记住一件事啊，就什么叫多功能版？这个就是把以后的各种功能都加上来啊，所以说呢，它的功能是比较多。那么在这里跟大伙儿讲一下啊，我先把声音调的小一点，因为这个合金弹头还有恐龙快打，它初始的这个声音啊都非常的大啊，所以说我们没办法。好，来看一下，那这里面咱们选择的是4代之后的新人物啊，这里面有2个新人物啊。新人物的话呢，个人感觉啊，就是也是一样啊，整个合金弹头呢，除了这个3代啊，就是除了3代啊和2代插代和3代之外，4代和5代都有点跑偏了的这种感觉。但总体来讲呢，就像三国和新三国一样，对吧？三国战记那肯定是吧，三国演义那肯定是，对吧？好的剧啊，好的剧，非常非常的牛啊，那绝对是值得一看。而新三国呢，虽然说比不了老三国，但是也是值得一看的，毕竟人豆瓣7.9分嘛啊，也是算是不错的啊。多功能版本可以看到，可以近战拿刀，你看近战刀劈坦克，也就是可以强制用刀啊，不是说非得离近了有个什么目标你才能用刀，而是你随时随地都能用刀。啊，或者说像近战，你比如说用这个拿刀啊，你旋风腿，你像有的人可以那个拿后背有个拳头往外伸，对吧？有的是撂蹶子，有的是近战，比如说像那个吃胖了之后拿叉子啊，拿那个勺子什么的啊，各种干。反正总体来讲就是这个情况啊。好，第一关呢给人一种感觉啊，有点像最终 BOSS 的感觉。第一关是一个，这是个热气球的感觉啊，就是给人一种这种。航空真正的在空中的母舰啊，但是呢，事实上这是第一关的 BOSS 啊，很弱。所有的闯关游戏，兄弟们记住一句话啊，所有的闯关游戏，它都是这个第一关给人一种就比较简单。说白了啊，就是你想玩，你无论如何，咱了不起一个币啊，肯定是能通关的，对吧？无论是三国战记还是合金弹头。但是从第2关开始，不好意思啊，你好像想多了啊。那这里面咱们可以看到啊，这个 BOSS 的血量是有阶段性的。现在这个 BOSS 呢是2000滴血，打了还剩1500。在多功能呢，它有这个敌方血量显示，有无限刀，有切换枪啊，甚至有的版本的多功能还有这个，比如说像类似于像拉尔夫的技能，也就是说，除了他近战的那个技能咱们无法实现之外啊，那就是最牛逼的就是它有一个那个。防弹衣功能，可以挨打的时候呢，突然一个对吧，复活。那这是这么一个设定。好，打爆了，可以的啊。基洛夫空艇是吗？基洛夫空艇它是什么动力的，兄弟们？是不是热气球？小的时候我就说啊，谁家给他建基洛夫空艇，他好不容易憋出来一个基洛夫空艇，被一帮火箭飞行兵直接灭了啊，太嘚了。好 ，Mission to Star。这里面近战之后拿刀是真的好啊，一个近战拿刀是真的厉害。噔嘣嘣嘣嘣嘣！好，感谢我们的西城木烟啊，一手大金卡支持我了。这里面啊，其实我小的时候啊，都管这个游戏叫小枪 biu biu， 后来呢1代叫越南战役，从2代开始呢，就绝对是不能叫做什么小枪 biu biu 或者说是什么越南战役了。这2代呢，你只能叫做地球保卫战，对吧？3代可以叫做对吧？地球反击战。4代呢可以叫做合金弹头之神秘博士。5代叫什么？5代叫做对吧？可以叫做逆天祭司，对吧？上半部分叫逆天大祭司，结局叫对吧？死神猫对吧？就是幽暗死神幽冥死神。合金弹头6可以起什么名呢？合金弹头6的名字可以起成叫做这个合金弹头之三体金星突袭对吧？得有三体这个元素了。合金弹头7呢叫做逆转未来对吧？合金弹头7之逆转未来啊，反正是你怎么起名都是有套路的，随便起。好，可以看到这个老头有非常牛逼的驾驶技术。这个老头的驾驶技术，前面是轱辘，后面是履带。这个是什么车呢？这是多功能运输车啊，兄弟们！无论说是沼泽地还是什么，都可以走，可以拉货，可以拉人。
很变态的啊！无暇赴死，我操！啊，一直蹲着躲啊！这里面的话呢，4代呢明显就是我认为合金弹头啊评分，咱们由低往高了说啊，合金弹分去了，合金弹头评分，我认为。这个，咱们先不说情怀啊，我认为呢，合金弹头1的评分应该是最低的。为什么说呢？因为算上情怀和它的年代，没办法，它确实评分不应该低。作为这个纳斯卡做的这么一个游戏啊，它还没有交给 SNK 之前，那这个游戏确实是开辟了这个射击游戏类的一个先河啊，确实，而且呢，大伙都知道啊，经典，太经典。但是咱们不考虑这个时代的对吧？使命感，还有这些东西，那么它的游戏质量呢，那肯定是不如这个4代，不如这个4代。这就是我说的。那么如果不考虑这个的话呢，那4代就是对吧？也就是排在了合金弹头1代的之后。好的，又是刀劈直升机，让我想起了那个金刚狼拿自己的那个爪子啊，金刚爪子去抓那个直升机的感觉啊。其实近战刀的攻击力很高，看不看见啊？德军2战时期的一种卡车，全重18吨，半履带，动力非常足。那是不是太能烧油了？那个车一脚油门下去，是不是搁现在来讲一脚油门下去50块钱没了？我操，对吧？你懂吧？啊？然后这里面跟大家伙讲，刚才我说的那4代呢，是我认为最不好的一代啊，就是如果再加上这个必须加上游戏的这个使命感啊。但是呢，我说它不好，不代表它只是相对于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叉，包括合金弹头 A 啊，当然不算那个什么3D 合金弹头，还有 GB 合金弹头那个不算啊。那好的，真尼玛来的个，这个还带这样的呀？好的，果然是多功能版。你这不仅说是多功能版，是多功能玩赖版啊！我操，你敢说这个不赖吗？这你开一个蓝翔挖掘机叉车，给蓝翔开着叉车，然后一顿左右刀，我真是服了啊！对吧？莫非你就是大名鼎鼎的重庆军统？啊，对吧？大日本帝国，对吧？那个特工，人送外号穿山甲啊。好，你看他老这个啊，一撸头发，然后呀一撸头发。好，第4代。这个残念西也是各种游戏的大神啊，好多游戏他都会玩，而且都创了记录。但是我相信啊，所有的记录呢这种事儿啊，只要是专业的事儿，还是要交给专业的人来干。将有好多玩家呢，对于这种改版啊，还是不屑于玩的。这里面呢，不是说改版的不好玩，相反，我觉得改版绝对是在某种意义上比原版好玩，但它实在是不够经典，而且难以服众。很多人玩这个，对吧？很多人玩这个改版。你要知道啊，对吧？你可能就是打出什么记录来，不被人承认，对吧？只能说是好玩，但是呢，真正破记录啊，就是让人承认，还得说是玩原版。好，一顿闲跳。这里面跟大家伙讲啊，这个无论如何，在剧情、游戏设置方面上，3代是 YYDS 啊，3代是 YYDS。好，最强载具，兄弟们。最强载具，这个载具是最强的啊！当然，你也可以不骑着它走，反正是什么东西在它面前都是一张纸，知道吧？什么东西在它面前都是一张纸，直接糊死，直接过图。OK。好，这个坦克居然压不死人，我操，可以推着人走啊！来看一下 Modern， 一顿小雷。燃烧弹，跳过去就行啊，不用管那个铁链子。这个坦克不知道干啥的，真的。如果他不是召唤一个讨厌的飞机，实话实说，如果不是这个飞机的话啊，
他早死了啊！啊，还能留子弹，你看，这就是多功能版，可以留子弹。好，抓走还笑呢，你看啊，我感觉啊，做人就要做 Modern 将军这样的，就无论你赢了也好，输了也好，一定要心态好，一定要心态好，屡败屡战，而屡战又屡败，对不对？想当年汉高祖刘邦啊，曾数次败于项羽之手，最后垓下一战成功，对不对？哎，对吧？所以说啊，就是心态永远是好的，啊，一定要心态好。好，这里有的灯里面是有这个什么的啊。好，直接一炸，利用这个可以把它炸死，看没看见？很多人说，哎，这个是怎么回事？他怎么直接死了？有的这种运输车啊，是自带这种炸的，这就是相当于合金弹头。有的版本，很多人怎么玩啊？很多人玩那个合金弹头的版本，他选择在那个最后一关打这个艾伦开的那个大型飞机上，留一个运输车，在那个车飞过的一瞬间，把那个车打炸了，然后可以直接炸掉那个艾伦的那个飞机，大概能够炸掉80%的血量。我没有跟你们开玩笑啊，这是一个小技巧。挨那个子弹有个锤子用，挨那个子弹啊，肯定比原始的小枪要好使。它攻击力虽然说低，但挨那个子弹呢，它冲过去炸出来之后是一个 AOE 的效果。好，很多人都不走这个下边啊，走上边的话呢是走这个一般是速通路线。如果你走下边路线的话呢，都是摊分路线啊，摊分一定要走下边的那个木乃伊。因为下面有一些科研人员可以用保龄球刷木乃伊，真的无限刷木乃伊，这样的话呢，你就可以摊分了啊。这些丧尸，哎呀，好，一手自爆，哇哦，全秒啊！这个不就是拉刀腿吗？人送外号那个高抬腿，确实变态啊！Flame shot，好，直接打炸，先把上面的这个大爪子秒了啊！感觉这个东西伸出一个头出来，然后呢，它为啥那个眼珠子还要螺丝还要转出来呢？咱不知道啊，咱也不敢问。好，来，这个机器人瓦力是吧？这个形象大家伙都懂。这里面还出小兵，我去，这小兵真敢出来呀！这个地图难点就在于它地图比较狭小，不太好躲。好，留的燃烧弹，血量还剩下2000多啊。6个手榴弹，20多发子弹，随随便便，你看这个伤害是持续跟着的啊。蓝色的子弹能打出东西来，好的，居然打出了一个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打出了一个药箱啊！这个药箱呢是，如果你变成这个丧尸的话，可以让你再变成人类的。但是你如果是变成丧尸的话，如果你，啊，我感觉这个 boss 早就死了啊，他早就死了啊。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噔噔噔噔，好，这关又是跟海盗干上了，感觉这个 Modern 将军的盟友是非常多啊，又是那个对吧，中东的那种石油王子，又是海盗，又是神秘博士，又是基地那种组织啊，那种类似于像基地组织那种，反正这是谁给对吧？只要跟正规军打，他就是愿意跟谁合作。直接走井下，井上松下，又是电梯杆啊，又是电梯杆。
这一代的话，这一代的话是好像还真没有啊，是有的。这里面艾瑞的话呢是变成了一个 NPC 了啊，相当于那个是黑骑士的感觉了 NPC 了啊。啊，好一顿血。没有他嘛？对，应该是 Margo， 还有 Phil， 然后一个双马尾，还有一个小白头。哎，这个子弹人送外号啊 ，DPS 啊。这个子弹的话，它主要是射速快，它如果离得近的话，可以咚。这个伤害虽然说并不是单体最高的，但它一定是输出最实惠的，因为它射速快啊。这就是为什么。坦克上的那个手雷，砰，咣，砰，咣。但是如果你扔手榴弹，就可以扔俩，然后扔俩。如果离得近的话，可以扔啊。就是反正总体来讲啊，这就是，所以说很多人吃手雷为什么要蹲下来吃，或者是跳出来吃手雷，然后再跳到坦克里。总体来讲，就是一定要记住这个事儿啊。啊，这个地方哎，一定要跳到箱子上去啊！你肯定会说了，这个箱子得有多高？跳下去会不会摔死？按理说它是不会摔死的，对吧？但是咱不知道为啥从这儿跳下去就会摔死，我感觉精神病啊！好，哎，你看外面那个大海做的，你看这个伤害并不是那么高，看没看见？就这个 G 的子弹，这个子弹并不是那么高，但是如果你动。这样的话就显得就挺快的。我操，666666是啥？噔。好，来看看远处那个飞弹，打出来4个，然后你看它怎么还能？这个是不知道怎么表现出来的。它那个炮弹发出来之后呢，为什么会会绕回来打咱们？来看一下潜艇，刀序啊，左右刀，看一下伤害。这个左右刀的伤害比那个燃烧弹还快，你看没看见？比燃烧弹快多了啊！刀劈潜艇第一人，兄弟们，这就是多功能版本。刀劈潜艇第一人，我尼玛也是服了啊！就那个燃烧弹，你它也是，这个刀劈就这么剪。这个白头佬叫啥名字我也不知道，但是我只能告诉你一件事儿啊。这个就是我没去搜啊，其实问的话我可以去搜一下，比如说我们百度搜索啊，对吧？合金弹头4啊，人物，对吧？一个是 Margo， 一个是啊，这不主要是合金弹头这个4个人啊。他这里面还没说4。好，往下撩，噔，好，这个一个叫什么？它是作为这个 SNK 当时在韩国旗下，为了符合韩国人的审美，然后做出了这种非主流的人物，所以说4代呢当然是非常嘚儿。这2个新人物呢叫啥？哎。这个新人物叫啥来着啊？看看啊，一个叫这个 Trifer 史贝西，一个叫纳迪亚凯索啊，双马尾叫纳迪亚，这个名字是这么起的啊。为了符合韩国人的审美，所以说游戏啊，归根结底还是一个生意啊，兄弟们，对不对？你看以前拍电影，对吧，都是要走这个，对吧，国际元素。现在好多那个好莱坞的电影都有一些中国风，因为他发现咱们中国的市场非常大。好，这个里是一个载具吧？打完它之后，啊，没有。这里面咱们可以变成猴子，
有的人是喜欢让自己变成猴子的啊，但是并没有变。现在你说拍电影，咱中国的市场非常牛逼啊，有好多那种电影片商为了考虑中国的票房，所以说一定要加入中国风的元素，对不对？游戏也一样啊。现在咱们自己的国产游戏呢，有国产网游，我感觉是没救了啊。当然国产网游是没救了，但是如果说是国产的单机游戏，也还好点啊。我听说有个游戏挺有意思的，说只有中国人才能玩懂的游戏，就是它是一个文字类型的游戏啊，就是一个黑屏，然后全是文字，你想要过关，你点语文好，比如说这个，比如说，比如说门锁上了啊，然后你把那边有一个煤，你把那个煤，那拖到这个门锁上了，这个中间叫煤锁上，然后这个门就没锁，你就可以出去了。就这个游戏，就我觉得挺有意思啊。好像据说是可以在哪儿买，但是呢，这个我并没有这个，就是在那个 Steam 上买啊，但是呢，这个好像又没机会玩啊，又没有机会玩。这个就是 V3 火箭，这也是一个特色载具啊。这个4代里面有挺多非常特色的载具，咱也确实是啊。好，还得是左右刀快，兄弟们，什么东西都是不如这个左右刀啊啊！悠悠白书没有经典对战视频，这么说吧，他那个圈子有，但是我没融入进去啊，不太认识。然后呢，他们悠悠白书圈子里面是有很多的规则的，就是你得了解，比如说，哎，他这个为什么不无限连，不用这个招？好，来看一下，噔儿站起来立正啊，这个对吧？这里面要跟大家伙讲啊，就是那个，就是悠悠白书那里面有，就包括像就像那个月华剑士，或者是街机双截龙格斗。这种类型啊，它有好多禁招啊，它不是说有的招它不练，它是不让练。如果练的话，会影响游戏平衡，就好比97不让裸杀，不让无限连，懂吧？一个意思啊。这个就是所谓的防弹衣系统啊。好，这是卡住了啊。很多人不会打锦江，其实我想说，锦江确实比一般的小 boss， 比一般的大 boss 还要难缠。这个4代机械锦江呢，是明显是要打2次，所以说更恶心一点啊。我吃的是鸡胸肉啊，晚上没吃饭。哎，这笑的太邪恶了啊！好，第17号。17、18、19，很多人在这里愿意把自己变成猴子。变成猴子之后呢，反正就是你看，但是你如果用无限刀，你会发现比他妈那啥快啊！咱也不知道17号的攻击力是啥，他发射那个光圈也不能自动追踪打到你。来，又是刀，一顿小刀，左右刀，爱看，哒哒，哒哒哒哒哒哒，哒哒哒哒哒哒。然后再哒哒哒哒哒哒，然后再哒哒哒哒哒哒，然后再哒哒哒哒哒哒，我尼玛这个 boss 我就真服了啊！好，第19号，也就是所谓的最后中间这个地方，哎，左右刀还是左右刀，哎，跳啊，这必须得跳啊，再必须得跳，然后下蹲，然后下蹲，哎，再跳，下蹲，跳，好，再跳。好，再跳，然后这个再跳，跳，啊，这是好，我找开一个位置，好，找开一个位置，看这个位置是无敌的，
跳波啊，有一个全屏波要跳一下，还剩1000多滴血，连那个机器人都没召唤出来，这个 BOSS 就死了。最后5滴血可以，这就是多功能版。这无限刀这个是真尼玛赖啊！当然这个游戏理论上来讲到这里还没有结束，它多了一个彩蛋，反正你只要快速速通，啊，如果被炸死就速通了啊。这样的话呢，它结局就不一样，一个结局呢是吃大餐啊，每次一解说的时候都是啊吃大餐，两个人艾瑞还有塔尔玛都给送好吃的，包子、馒头、王老吉啥的。那如果是这种情况下呢，就是在医院啊，在医院，然后那个这个腿上都缠着绷带啊，缠着绷带，就是两个，这个当然不影响结局啊，就是但是呢就这个意思啊。好，你看缠着绷带，有这个小妹子给你治病，然后塔尔玛跟艾瑞呢给你送水果啊，看病来了啊。好，不多说。那这样的话呢，也是感谢残剑熙大神的表演，也是感谢大伙的收听。如果大伙喜欢我狼解说，可以点击屏幕上的关注和订阅来支持我狼。我们就下期再见吧。